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国焦明频道。早晨起床后，我总是先喝一杯温开水，润润喉咙，清除掉一夜以来聚集在嗓子里的浊气，也趁机使还有些迷糊的脑袋清醒过来。窗外有些雾气蒙蒙的，感到热气正在升腾，今天将会是炎热的一天。这时，我先生已经在清理游泳池了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。为了保持池水清洁，游泳池每天都要洗刷一遍。对许多人来说，也许这是一件麻烦的事儿，但是对我们来说，正好起到活动筋骨的作用。趁着早晨还比较清凉，我把残败的花枝和叶子剪掉。我把剪下来的枝条插回到盆里，让它生根发芽。然后给物类的植物喷些水，保持叶片的湿润。我在做这些的时候，尽量不要想其他的事情，一心一意地完成眼前手头上的工作。我觉得这样能使自己身心放松，疗愈心情。我先生正在把上次没有拆卸掉的篱笆拆掉。拥有一幢房屋，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。最后2节篱笆终于拆掉了，顿时眼前一片开阔，绿油油的草坪和树林相连结，使人心旷神怡。早餐我准备做蓝莓煎饼。我拿出30年前我刚来美国的时候，我公公送给我的菜谱。当时我还疑惑，他是不是怕他儿子吃不惯中国菜而要我学做西餐呢？其实不是的，这个菜谱是美国著名的菜谱，包罗万象。几乎每个美国家庭都会有一本作为经典收藏。遗憾的是，我很少用到它，原因是我们长期居住在亚洲，食材不容易买全。
我也就懒得去学做西餐了。在中国的时候，我几乎不做早餐，外出用餐很方便的，大饼、油条、豆浆应有尽有。回到美国后，特别是住在郊区，外出用餐就不是很方便了，只好开始学着在家自己做了。中式早餐除了稀饭容易做以外，烧饼、油条、豆浆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。相对而言，西式的早餐反而容易做一些。虽然我做的西式煎饼卖相不太好，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和味道。咖啡没有热了，没热呢，现在热。我很喜欢在院子里的凉台上吃饭，特别是在夏天，既凉爽，又可以享受后院的景色。下午，天气虽然热了，但是游泳池里的水还是比较凉。
今天是我们今年第一次下水游泳，1年没有锻炼了，气有点喘不过来了。需要持之以恒的锻炼，才能有一个更健康的身体。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坚持锻炼。游泳后坐在躺椅上读一本好书，是我的一大嗜好。我正在读林语堂著的《生活的艺术》，虽然这本书写于上世纪30-40年代，但是仍然适用于现代。书中例举的17世纪印象派大批评家金圣叹之不亦快哉33则，对我们忙碌、充满焦虑的现代人来说，无不起到启示作用。月牙已经高高地挂在天上，夜幕即将降临。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夜晚。